免赔照护服务体验感如何？这1个多月住下来，就从怀疑到信任，最后是产生依赖。医生、护士和医疗护理员能够各司其职，互相协助，持续探索，让病人更有依靠。从总量上能看到一个成本的降低，也让护理员这个队伍的素质提升，也让开展无赔有更多的护理员的队伍。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一人住院，全家忙，白天黑夜连轴转。一旦家里有人生病住院，全家将面临巨大的照护压力。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护理类立项指南试行和优化调整护理价格政策通知。这个文件的亮点之一就是新增了免赔照护服务项目，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此前，福建、浙江、湖南、天津等地已经陆续开始了相关的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免赔照护提供的是什么样的照护？推广普及又需要迈过几道门槛？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你这样哈。11月上旬，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血管外科病房，80岁的柯奶奶正在护士和护理员的陪同下进行下肢的康复训练。累不累？摸一下。可以的，可以哈，可以。训练还没结束，他的4儿子就打电话进来了。这几日你们过来啊，你有还无干？那我这你家来这个来办，我看中来办起来的。5个。柯奶奶身边的这位护理员叫燕维兰，和传统的护工不同，她是医院通过第三方机构聘用，以无陪护照护的方式进入病房，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的护理员。他们不仅能提供穿衣、洗漱、如厕、喂食等生活照护，还能提供如翻身、拍背、康复等专业护理。入院1星期以来，柯奶奶觉得护理员照护得很好，所以她让子女不用经常来看望她。除了提供生活照护和专业护理，护理员的工作还包括专为患者预约检查并全程陪同检查，也就是陪检员或代检员。10多天前，因车祸造成身体多处骨折的李大叔住进了长沙市第4医院。无论是从生活照护、专业照护，还是陪同检查，一系列的陪护都让李大叔很是满意。到哪里检查，他们都会把轮椅推过来，把我们这送到哪里，我们送回来，都给我们吃药啊，什么东西都给我们做到。所谓无陪护、免陪护，是指免去以往家属陪护或自聘护工的方式，由经过规范化培训的护理员，根据患者病情和需求，提供患者住院期间的照料服务。家属只用在探视时间为患者提供护理之外的情感支持。那么，到底怎么陪、怎么护，服务质量如何，成为家属最关心的问题。今年5月中旬，82岁的施爷爷由于心梗住进了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的心内科病房。一天夜里，施爷爷突然抽搐，失去意识，情况危急。还好当时护理员就在身旁，第一时间呼叫医护人员急救。因为护理员的及时发现，最大程度缩短了抢救时间，他很快就恢复了。当时我就在想，哪怕是我或者我妈睡在他旁边自己陪护，我们也发现不了。那么通过这1个多月住下来，那我妈自己的总结啊，就从怀疑到信任，到最后是产生依赖，啊，甚至就觉得说回家，我妈说回家照顾能有这边照顾得好吗？从怀疑到尝试再到信任，记者看到免陪护照护正在一点一点被患者和其家属所接纳。
近年来，这种由医院主导、第三方机构参与的无陪护、免陪护的尝试，在福建、湖南、浙江等地逐渐铺开。护理人员按床位数统一配备，每个护理员负责的患者在5到10人不等，费用由医院统一收取后和第三方公司结算。医院建立质量控制和培训体系，由院方护理部和第三方公司共同对护理员进行培训考核，公司再按照考核结果给护理员按月发放工资和绩效。翻开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的这本护理员管理手册，记者看到，护理部对护理员实行了严格的打分制度。患者那边呼叫器一按，他们身上的这个呼叫器都会响，就是我们有规定，响铃不能超过3声。这个是为环形擦拭背部，就这样擦吗？是吗？对，如果你这样硬生生的给他擦，他就觉得没有感觉，好像没有感情。那我们如果是环形给他擦的话，一个是起到舒适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对。除了非常严格的打分制度，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还采取了按需分类的办法，确定患者的照护等级。无论是护士站的大屏幕，还是患者床头的小屏幕，都会详细显示患者的护理等级、跌倒风险等，然后再动态调整配备护理员的数量。还要摇高一点吗？体位稍微摇高一点。试点多年来，长沙市第4医院也摸索出了不少经验。除了按照患者病情划分等级外，无陪护病房还实行1名责任护士带领1名护理员组成一个小组，共同为患者提供专业照护。在我们的医护互换一体化查房的过程中，我们的医生也会对我们的护士和护理员进行指导。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让我们护士去做专业上的事情，让我们医生、护士和医疗护理员的话能够各司其职，同时呢又互相协助，能够互相提醒。目前，长沙市第4医院已配备了200多名专职护理人员，服务于除儿科之外的所有病房。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更是实行了无陪护全院覆盖。数据显示，在我国提供1对1服务的护工价格普遍在每天200多元到300多元不等，而无陪护病房1对多的收费价格平均在1天几十元到100多元之间。相比之下，大大减少了患者的家庭支出。王先生和雷女士育有3个子女。前几天，雷女士因为心脏不适进入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救治。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的王先生，怎么同时还能照顾妻子，成了他最大的难题。因为我们自己像做这建筑方面、装修这方面，我一天也要好几百块的。你说在我这里面我还吃不消的，而且的生活费1个月还要好几大千呢。焦急之下的王先生听说医院开展了无陪护照护的服务，心里就开始了盘算。按照医院无陪护服务的收费标准，雷女士所需的2级陪护是120元一天，如果去请护工，一天200-300元，而如果自己请假陪护，每天好几百的收入就没有了。这么一算，王先生很爽快的就办理了无陪护的住院手续。如果没人陪护的话，他就要一直陪在我身边，就1毛钱都赚不到，是吧？有人看着还比较放心。虽然相较护工，无陪护护理员的价格下降了不少，但护理员1对多的服务质量能和护工1对1的相比吗？对此，护理员燕薇兰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工作前20年，燕薇兰一直干护工，8年前自愿转成了无陪护护理员。在他看来，护理的质量如何，并不在于服务时长，而在于工作效率。做护工的时候吧，是散漫杂，想做就做。现在做了护理员的，就是不一样了。护理员我们有专业的团队培训，然后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是有纪律、有组织的。我们不管是公司文化，还是对患者的沟通、语言语调上面，都是有改变的。病人不想吃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快的去跟他沟通。哎，阿姨，你可以少吃一点点，然后我们少吃多餐，慢慢的身体就会好了。
那我为你从你家挤兑的好了哈。燕蔚兰告诉记者，虽然收入没有以前多，但现在每周休息1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3班倒，相比护工24小时连轴转，身心可以得到放松。再加上公司还给上5险1金，不但身份认同感强了，也更有集体荣誉感了。今年56岁的曹少芝，以前是餐厅服务员，从新手级到升任级，再到组长，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护理员的3级跳。尽管穿戴设备显示他每天都要走步2万步以上，但仍旧精神饱满，干劲十足。我都前一段时间有一个26床，老人到走时间，一直说我们这边好，家属都是一直谢谢。还说，你是能不能到我们家里边去？现在我们做什么，感觉自己比较欣慰那种。我帮你端吧。同时，从国内外数据来看，实行了免陪照护服务的病房，由于患者作息和饮食更加规律，康复效果得到保障，院内感染风险降低，不但可以显著改善患者健康结局，还能缩短住院时长，整体降低患者的家庭支出。每住院1天，你付出的护工的钱，还有这1天里面就是包括家属在内的这些日常的这些消费，以及他需要用药的医药费啊，这些其实可能都在里面。那相对来说，他们应该从总量上可以能看到一个成本的这个降低。尽管相较于家属陪护和护工陪护，无陪护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但记者在多地试点医院走访中发现，无陪护模式想要全面铺开并不容易。过去护工大多和家属直接结算，出了纠纷找护工所在的公司索赔，而无陪护病房的开展，则意味着医院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你的医院能不能接受住，能不能承载住他对你的信任？如果能接住，这件事情就能成；如果不能接住，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首当其冲，满意度就会下降。所以我想这个当中非常挑战，就是医院到底在患者进行免陪照护之后，你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给他，让他觉得真的是家属不在的情况下，他也能放心的交给院。护理人才的缺口也是制约无陪护照护模式全面铺开的因素之一。从福建省2021年启动培训持证上岗等项目后，到2023年底，只有5331名护理员获得了培训合格证书。这样的持证队伍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全省132个无陪护试点病区的人才需求。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增加我们的这个来源渠道啊，包括和一些本地的家政公司，包括外省市的一些培训学校，啊，还有一些这个长期的一些护理学校，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们是从护理员的待遇保障，尊重护理员，然后也培养他们职业荣誉感。下一步我们也想逐步的年轻化。今年20岁的陈庆新就是护理员队伍中为数不多的一位年轻人。由于临床护理经验不足，今年刚从中专学校护理专业毕业的陈庆新，先被安排做护理员中的待检员。现在虽然是个待检员嘛，然后后面我也可以通过自己努力，一步一步往上升的，然后进到一个新的台阶，比较努力，然后考到那个护士证。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各方能够从根源上打通像小陈这些年轻人的职业上升通道，增强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到护理员的队伍中来。同时，目前的短期岗前培训和日常培训还不足以支撑临床需求，还需要院校进行更为长期的培养。往后全国或者是更多城市去推广无陪的服务的话，那么护理员的来源应该要去做更好的引导，职业院校可以开设这种护理员的培训，让护理员这个队伍的素质提升，也让开展无陪有更多的护理员的队伍。根据政策，现阶段免陪照护服务暂不纳入医保。对此，业内人士建议，在尚不能纳入医保的现状下，可以考虑将免陪照护服务纳入长期护理保险等商业保险当中。
从而使患者在享受到优质照护服务的同时，家庭支出得到有效的降低。免赔照护的出发点是让患者安心，让家属放心，重点是优质照护。随着这项服务的持续探索和完善，必将惠及更多家庭。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